重生第7章暗室里。马里欧瞬间瘫坐在物理实验室的地上，背靠着工作台的支架，嘴里不断重复地说着什么，但我只勉强听得懂其中一句是：他们来了。很显然，这个失魂落魄的马里欧似乎在守着一个什么重要的秘密，但这个秘密却是他一个人所无法承受的。而我的感觉告诉我，这个秘密可能与赫曼有关。我定了定神，缓缓地走向马里欧的身边，满脸蓬乱的毛发中，两片颤动的嘴唇间发出呜呜的声音。与其说紧张，我倒是觉得他是被吓成这样的。是杰森的玉石不见了吗？我望着空空如也的实验台问道。杰森是赫曼的亲哥哥，在托梦故事中提到过，其中半块玉石归齐浩洋所有，而另外半块原本在杰森手里，直到去世后才交给了赫曼。赫曼有危险！赫曼有危险！马里欧突然抓住我的袖子，大声重复道。我蹲下身子看着他的脸，他的精神有些恍惚，瞳孔异常的放大。我扯下他紧抓住我的手，安慰道：我说过的，你与赫曼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只要是我能帮得上的事情，你尽管说。马里欧的身体仍然颤抖着，嘴里呜呜呜的，却说不出一个字来。我知道赫曼与他情同父子，此时的马里欧一定是过于担心失联的赫曼遭遇不测。想到这里，我只好顺势地坐到了地上，按下他的肩头，盯住他的眼睛道：你得先告诉我，赫曼究竟去哪里了？过了好一阵子，马里欧才算是稍微恢复了正常，与他接下来的对话中也渐渐印证了我的猜想，赫曼是一个人去了 C 岛。见他稍有好转，我起身将他扶起，尝试着打开电梯的门，决定带他回到地面，因为这里的温度实在是太低，不适宜长时间停留。我摸索了半天，除了找到一个类似温控的装置外，根本无法打开电梯。这时，一旁的马里欧突然道：除了赫曼和我，没有人能打开这里的门。我当时一听，只觉得哪里不对劲，直到后来想起，才明白马里欧这么说的用意。当我们回到地面时，已经恢复了供电，大厅里灯火通明，一个佣人正在为管家处理着伤口。我忙去询问情况，而管家的回答却有如回放的画面一样，与我的记忆同时重演。只不过这次是管家一个人的遭遇。黑暗中，大约有4、5个身手不凡的人与管家僵持不下，其中一个人开了2枪，子弹擦过了管家的小腿和肩膀，虽不致命，但还是将其击晕，并取走了实验室里的玉石。我看着大门口的花岗岩地面上2处倾斜的弹坑，不禁陷入了沉思。就在我们回到赫曼家的前5分钟，一伙神秘的入侵者切断电源，击倒了管家。正如马里欧所说，通往地下室的电梯门只有他与赫曼才能打开。那么那伙人是如何拿到玉石的？而刚才马里欧的叙述让我想到了他说的那个秘密组织。赫曼曾对马里欧提起过，在很早以前，世界上就有这么一个神秘的组织，至于是何时发起的，赫曼没有提及。据说这个组织分布全球各地，
掌握着大量的先进科技与资源。有人怀疑他们是某些传说中的权贵家族，但赫曼认为不仅仅如此。不要说权贵，就算发达国家的首脑或是政党，都是他们的傀儡，甚至连一些集权政体都曾受制于他们。这种控制并不一定是被强制服从，相反，却是一种依赖，因为他们掌控着这颗星球上太多不为人知，甚至无法理解的力量。当少数人得到一小部分的力量后，就会变得强大起来。这些人觉得有了这种力量就能高人一等，会有更多的人听从他，跟随他，从而拥有更多的资源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之间就会达成一种秘密的共识，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获得这种力量，以致他们能保持特有的权利。作为交换，他们也必须服从于力量分配者的意志。如果违反，他们将被取消资格，沦为常人。而惯于拥有这种力量的人十分清楚这一点。有道是由俭入奢易，如果有一天颠倒过来，由奢入俭，对他们而言将是一场灭顶的灾难。当我问马里欧为什么会招来这些人的时候，他的回答不禁让我惊出一身冷汗。原来所谓某种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可以表现为任何形式，例如一个极有天赋的音乐家，一个身经百战的资本家，一个商人，一位政客，一位科学家，甚至也可以是一位将领。当他们觉得这个人的某种特质符合条件时，便在暗中引导他，甚至是资助他，都有可能。我当时立刻想到了一个人，杰森与赫曼的父亲，上世纪初最富有的商人，光是他的前半生就已经是一个传奇。难道他的父亲也是受益者其中之一？没想到马里欧和我的想法一样，他认为赫曼的父亲之所以会成为最富有的商人，外人看起来与努力和性格有关，但是比他更努力更聪明的人大有人在，可为何走到最后的偏偏只有他一个人？有人会说，这也许是命运吧。成功者未必是最优秀最努力的那一个，而是那个被命运眷顾的人。但是谁说命运又何尝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呢？赫曼只是对我提起过这些事情。马里欧顿了顿，接着道，几天前他走的时候特别叮嘱过我，这颗玉石可能关乎到他的性命，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地下实验室。如果只有你和赫曼才能进去的话，那他们是如何取得玉石的呢？我再次问起了这个问题。你对他们一无所知，你根本无法想象他们的能力。马里欧苦笑着道，他们可以无影无形，不忌讳你看到时他们就是人的样子，不想让你见到时甚至轻而易举就能控制住你的思想。他们就像是一种暗示力。暗示力，我默默地回味着这3个字，接着问道，我想知道他们取走玉石又有何用呢？因为他们不会轻易让这种力量泛滥，我想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回收的。马里欧看了一眼齐浩洋的客房，接着道，玉石很有可能就是某种力量的载体，他们一定是认为拥有者违背了某个原则，会不再符合他们的要求，
他们才会采取强制措施。我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他的看法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马里欧一直望着客房的方向，刚想问他有何不妥之时，他突然目光涣散地道：“我可能接触过他们。”什么意思？我问道。那个女人，马里欧一边说，一边将视线停在了齐浩洋的客房。